各位好，歡迎來到本期的美股坐標系。截止周五收盤，今年黃金漲了不到 5%， 不是因為戰爭，不是因為通脹，是因為全世界對美國財政部的國債失去了信任。換句話說，曾經最安全的避險資產變成了風險資產。現在的資本市場普遍的節奏就是要跌一起跌，要漲大家一起漲。除了美債，反而是代替了曾經黃金的避險對沖作用。與此同時，英偉達一家公司的市值超過5萬億美元，超過日本和德國 GDP， 正宗的富可敵國。SpaceX 準備以接近2萬億美元的估值上市，創人類有史以來最大 IPO 紀錄。美聯儲昨天換了新主席，美國和伊朗打着一場沒完沒了的戰爭，油價在衝擊通脹數字，而美股三大指數站在歷史高位。所有這些事同時發生，站在今天，你要怎麼理解美股？今天我們就把這幾件大事拆開來講，看看它們之間到底是什麼邏輯關係。先說最新的事，昨天凱文·沃什在白宮宣誓就任美聯儲主席。注意這個細節，在白宮宣誓，不是在美聯儲總部。上一個在白宮宣誓的美聯儲主席是1987年的格林斯潘，這個地點本身就是一個信號。市場普遍的解讀是，沃什是特朗普的人，接下來會降息，股市應該漲。這個邏輯我覺得太簡單了。沃什確實說過支持低利率，特朗普也公開表態利率會很快下來。但問題在於，沃什面對的現實是，今年4月的美國通脹數據是 3.8%， 是3年來最高值。美聯儲的目標是 2%。利率委員會上個月開會，投票結果是維持不變，而且多數委員認為，如果通脹繼續卡在 2% 以上，可能還需要加息。沃什的處境是，他的老闆想要降息，他的數據說不行，他的同事還可能要加息。還有一個很少人講的角度，沃什本人其實是個鷹派底子。他2006年到2011年在美聯儲當理事，那段時間他的主張一向是謹慎控通脹，而不是隨便放水。他最近幾年才轉變說支持低利率，而這個轉變恰好發生在他被提名為美聯儲主席候選人前後。你自己判斷這裡面的時間節點意味着什麼？更關鍵的是，美聯儲不是主席一個人說了算的。FOMC 就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，有12個投票成員，主席只是其中一票。沃什要降息，需要說服另外至少6個人。而這些委員現在面對 3.8% 的通脹，憑什麼跟着降？所以我認為，市場對沃什等於降息等於漲這條邏輯線定價的太樂觀了。更現實的劇本是，沃什會做一個微妙的平衡，口頭上說支持增長，行動上拖着不動，同時努力維護獨立性的形象，因為他知道，如果被貼上政治工具的標籤，美聯儲的公信力就完了，到時候債券市場會用暴跌來懲罰他。沃什在聽證會上說過一句話，我覺得是他真實立場的體現，通貨膨脹是一種選擇，美聯儲必須對它負責，這是鷹派的話，不是鴿派的話。所以不要把新主席上任簡單等號為降息開啟。接下來6月的 FOMC 會議才是關鍵。如果沃什第一次亮相就不降，市場會有一次重新定價的過程。SpaceX 上周正式向 SEC 遞交了招股書，計劃在納斯達克以 SPCX 為代碼上市，目標估值是 1.75 到2萬億美元，融資規模可能高達750到800億美元。打破沙特阿美2019年創下的全球最大 IPO 紀錄3倍，預計6月12日開始交易。市場很興奮，但我們來冷靜看幾個數字。SpaceX 今年預計收入是220到240億美元，以 1.75 萬億的估值來算，市銷率就是用市值除以收入，大約是70倍到80倍。作為對比，英偉達目前大約是27倍市銷率，而英偉達已經是公認的高增長高溢價公司了。SpaceX 的定價是英偉達溢價程度的3倍，這不是火箭科技溢價，這是信仰溢價。SpaceX 在招股書裡把自己的目標市場定在 28.5 萬億美元，這個數字大到幾乎沒有意義，因為裡面包括了所有太空探索、衛星互聯網、AI 基礎設施，甚至把收購 xAI 之後的人工智能業務也算進去了。這裡有一個很少被提到的結構性風險。SpaceX 和馬斯克之間的超級投票權安排，招股書顯示，馬斯克保留了對公司的超級控制權。這意味着你買入 SpaceX 的股票，本質上是在用2萬億的價格買一張參與馬斯克的個人決策遊戲的門票，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股東權利。
SpaceX 旗下最掙錢的業務是 Starlink 衛星互聯網訂閱服務，這個業務確實在高速增長，是公司收入的主要來源。但同時有兩個問題：第一 ，Starlink 的競爭對手越來越多，亞馬遜的 Kuiper 在加速部署，歐洲也有自己的計劃。第二 ，SpaceX 這次沒有把 Starlink 單獨拆出來上市，而是整體打包，這意味着你沒有辦法單獨給 Starlink 估值，只能接受馬斯克打包給你的價格。有分析師用了一個比喻 ，SpaceX 的估值就像一盤法式奶酪焗土豆，豐盛昂貴，但你真不知道裡面有多少是空氣。還有一個市場信號值得注意，現在同時有 SpaceX、OpenAI、Anthropic 準備上市，多家超級獨角獸扎堆衝關。有經驗的市場觀察者看到這個現象會想到什麼？歷史上，大型 IPO 的密集出現，往往是流動性充裕、市場情緒頂點的標誌。1999年互聯網泡沫高峰期就是這個節奏。我不是說現在一定是頂，但這個信號值得警惕。英偉達在上周財報前市值已經超過5萬億，但是財報發布後，股價又開始和上一次財報一樣，市場好像對英偉達的超預期不太感冒，每次財報發布後都有一波下跌。現在市值大約 5.3 萬億美元，是全球第一大公司，市值超過了日本和德國1年的 GDP。 普通投資者看到這個數字的第一反應是太貴了，不能碰，但我認為這個直覺反應本身值得質疑。英偉達貴不貴，要看你買的是什麼。如果你把英偉達看成一家芯片公司，確實貴，但如果你把它看成 AI 基礎設施的收費站，邏輯就變了。全球的科技巨頭微軟、谷歌、亞馬遜、Meta， 還有中國的字節、阿里都在瘋狂投建 AI 數據中心，而建數據中心最核心的材料就是英偉達的 GPU。英偉達現在的市場份額大概在 80% 到 90% 之間，而且競爭對手 AMD、英特爾在高端 GPU 這個領域暫時沒有真正可替代的產品。美國銀行的分析師上周把目標價從$300調到$320，預測到2030年 AI 數據中心的市場規模會達到$1.7萬億，年增速 45%。如果這個數字兌現，英偉達當前的估值不算離譜。英偉達最大的敵人不是 AMD， 而是他自己最好的客戶。谷歌在做自己的 AI 芯片 TPU， 微軟在做自己的 Maya， 亞馬遜在做 Trainium， 蘋果有自己的神經網絡芯片。這些公司花了幾百億買英偉達 GPU， 同時也在花幾十億研發替代品。一旦哪家大客戶的自研芯片成熟了，英偉達的需求就會出現一個結構性缺口。另外，美伊局勢帶來的供應鏈壓力是真實的。英偉達大量產品通過台灣空運，衝突導致油價上漲，運輸成本上升，這個對利潤率是有侵蝕的。總的來說，英偉達的長期邏輯是清晰的，但當前的估值已經把很多樂觀預期提前定價進去了。這個位置安全邊際很薄。如果你把 AI 行業當成發展的早期，這個估值也算是便宜的。黃金今年的價格走勢很奇怪，今年1月創下歷史最高點，每盎司接近$5600後回落，現在大約在$4500左右。傳統上，黃金是避險資產，股市跌，戰爭爆發，經濟危機，黃金漲。但最近，黃金和美股出現了一種新的相關性，兩個有時候一起漲，有時候一起跌。這說明有相當一部分資金把黃金當成了另類的風險資產在配置，而不僅僅是避險工具。背後的驅動力是什麼？是全球央行，特別是中國、印度、中東的央行，在大規模減持美國國債，增持黃金。這是一個結構性的、緩慢發生但持續的趨勢。背後的邏輯是，如果美國財政赤字繼續擴大，如果美元的信用持續被質疑，持有一堆美國國債就不如持有黃金來得保險。黃金的這輪上漲，部分是對美國自身財政信譽的不信任票。摩根大通預測，今年晚些時候，黃金可能會再次衝擊$5000。但我覺得這裡有一個陷阱需要提醒各位：黃金在高位的波動會變得非常劇烈。1月份的峰值之後，它在幾週內就回落了將近 20%。對於普通投資者來說，追高黃金的風險不亞於追高科技股。黃金的角色已經變了，它不再只是天下大亂就買黃金的簡單邏輯。它變成了全球貨幣體系信任危機的一面鏡子。如果你認為這場信任危機是長期結構性的，黃金就有配置價值；如果你認為美聯儲能穩住局面，
通脹能回到2%，黃金的吸引力會快速衰減。我們把今天講的幾件事放在一起看，美聯儲換了新主席，但降息路徑比市場預期的更複雜，不能簡單看多。SpaceX 超大 IPO 帶來的市場情緒是個雙刃劍，既會吸引流動性，也可能標誌着一種高燒的頂部信號。英偉達代表的 AI 基礎設施邏輯是真實的，但安全邊際在當前估值下很薄。黃金在告訴你市場對美國財政的不安，這個信號不應該被忽視。美伊局勢帶來的油價壓力是通脹的變量，而通脹直接決定了美聯儲的選擇空間。這幾條線交織在一起，給出的是一幅非常複雜的圖景。但我有一個觀察，是和市場主流敘事相反的。現在市場上最樂觀的聲音來自那些相信沃時會降息、加 AI 繼續爆發、加地緣風險可控3件事同時發生的人。但這3件事能同時發生的概率有多高？通脹在 3.8% 的時候降息，歷史上的案例幾乎都以再次通脹告終。AI 的資本開支能不能產生對應的真實商業回報，還需要時間驗證。美伊局勢再加上特朗普政府的不確定性，讓地緣風險可控這個假設顯得很脆弱。真正的風險不是某一件壞事發生，而是市場對好事的定價太滿了，以至於任何一個假設落空都會觸發連鎖的重新定價。站在歷史高位的美股，最危險的狀態不是下跌，而是用一個太樂觀的敘事支撐起來的高估值，等待一個現實來糾錯。今天就聊到這裡，如果你覺得這期節目有幫助，歡迎分享給身邊同樣在關注美股的朋友。我們下期見。